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毅长安诺，不知道积压几年的他，能复制孝庄秘史的辉煌吗？长安诺拿着杨超越参演的噱头粉溜了好几年，结果最后居然是因为男主角诚毅因为作品流离声名鹊起，才突然定档，然后立马播出。早这么雷厉风行，也不至于让杨超越的电视剧试水之作，在她都当2回女主角了，才记得放出来。而且这还没播出呢，海报换 C 位的口碑已经让粉丝吵得沸沸扬扬。原本之前一直官宣的海报是女1号赵韩英子居中 C 位，和她搭戏的诚毅和韩栋分列左右，3个人大小一致，各分春秋。毕竟长安诺是一出大女主的古装偶像剧，赵韩英子在公司里苦熬资历也是没有功劳总有苦劳的，3个人平分春色也算合适。可是因为诚毅的爆红，等到定档海报一出来，诚毅一下子成了宣传主导噱头，把他提升为左1的领头位置，还特意强调地位，用了大头形象，比另外2位平白大了1圈有余。一方面，这种行为投机性太强，引得粉丝反感；另一方面，诚毅这种突兀的出现方式，反而破坏了他角色美感。两者合一，为此粉丝一致指责宣传方做得过分了。01从孝庄秘史脱胎出来的长安诺，能续写当年辉煌咩？从各种渠道散布出来的消息汇总，虽然打着古装的噱头，长安诺其实和大唐长安这座世界级别的城市毫无关系，它也压根不是讲的观众期待看见的唐朝兴衰的故事。长安诺里面的长安2字是取天下长安的意思，讲的是一个古代女性为了天下太平，一路奉献，从自己的初恋到结婚的丈夫，再到自己的儿子，最后奉献了自己的，为了天下牺牲自己个人幸福的坎坷道路。然后经过多方证实，这个故事其实就是10多年前开启了由小刚、邬倩倩夫妻俩事业巅峰的戏说大清3部曲的开篇的孝庄秘史的平移版。这部剧讲述的是大盛国从动荡不安到逐步昌盛的历程，而主线索是作为帝国最高阶层里掌管权势的女性贺兰明玉从纯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新系家国天下的太皇太后的跌宕起伏传奇故事。细说下来，长安诺的故事情节大体是这样的：估摸着是南北朝时期，萧承旭是圣周9皇子，文武双全，与北境第1美女的贺兰明玉相爱，年轻有为，风神俊朗的萧承旭是皇帝最疼爱的小儿子，本来是被主义的皇位继承人。但是面对95至尊的宝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平时和他交好的皇子为了抢先登上皇位，将萧承旭战死的消息误传，促成他3哥萧承瑞登上皇位，而贺兰明玉也因为2国的盟约，被迫嫁给了萧承瑞。于是不仅仅皇位旁落，还恋人变大嫂，在《盗墓笔记》和《琉璃》里被轮番虐的诚毅，继续在这部戏里演一个被生活按在地上使劲摩擦的受虐者。虽然表面上保持了平和的态度，但是其实兄弟俩的嫌隙早已埋下。这些年萧承旭屡立战功，助哥哥萧承瑞称帝，兄弟堪称携手建立大盛国。但是哥哥猜忌心重，萧承旭功高盖主，遭到其猜忌。而后得知当年母妃身死，父王传位的真相，萧承旭愤恨之下决意篡权复仇。可天意弄人，他还未出手，哥哥却旧疾复发，忽然薨逝，并下诏令贺兰明玉之子萧启元继位，以牵制萧承旭，稳固朝堂。萧承旭被迫扶持萧启元，但是心里放不下初恋情人，仗着自己的地位，仍一心求娶贺兰明玉。而随着启元渐渐长大，不满萧承旭的控制，更在旁人挑拨下得知母亲与萧承旭私情，对2人心生怨恨。
作为两个成功男人联系的纽带，贺兰明玉以天下安定为重，竭力在启源和萧承旭之间寻求平衡。岂料造化弄人，在开拓疆土之时，萧承旭最终战死，而儿子启源也生就一世情痴，随宠妃董若轩病逝而去。明玉为了大圣的将来，再一次坚强陪伴在登基的小皇帝身边，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小皇帝做基石，支持和教导小皇帝成为一代明君，开辟了大一统和稳固的一片盛世。02大玉太经典，这个角色能超越以前吗？看过了剧情走向，加上赵英子就是剧中的女主了，饰演的角色是北境第一美女贺兰明玉，原本是与九皇子相爱，但是经历了几重波折后，嫁给了三皇子，开启了一段身处政治、爱情、亲情夹缝中的传奇人生。其实说简单点，就是唐朝版的孝庄秘史。赵英子饰演的角色就是孝庄太后，而程毅饰演的就是摄政王多尔衮。自然，那个提前退场的韩栋扮演的就是大清定明之君皇太极。人物都能对应得上长安诺，还是两个编剧，可故事只不过是把大清换成了大圣国，而且好死不死的片头曲还致敬一样的把当年脍炙人口、传唱大江南北的屠洪刚那首你当成了副歌变奏，加了进去。这是无时不刻地强调自己系出名门，家学渊源啊。可问题是，清博尔济吉特孝庄文皇后被作为大玉这个杜撰出来的闺名拿来演绎，前面可是有好几座高峰，想要赵英子来翻越的啊。首先，论姿色，最古老版本是美了半个世纪，70余岁还保持了姣好状态的潘迎紫。当时出演一代皇后大玉儿的潘迎紫，正当40出头的事业巅峰期，和影帝级别的尔冬升和刘青云合作，将坊间传闻的大玉许婚多尔衮，转嫁皇太极，然后平衡丈夫与情人关系，后来平衡情人和儿子关系，一辈子敢作敢为的作风，为整个系列定下了基调。这种野史当作正史的演法，为后来康熙帝国里面斯琴高娃版本孝庄太后的性格定下了基调。后来由小刚作为戏说秘史题材的开拓者，拿着这段野史持续开挖，发展出大清秘史4部曲：太祖秘史、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以及后来后传形式的康熙秘史。当然，这4部曲当中，口碑最好、传播范围最广的，还是宁静、马景涛、刘德凯合作的孝庄秘史。虽然剧情走向是野史当基调，轻装偶像家庭伦理题材，但是那种家常和历史混搭的风格，在当时看多了正统历史剧的观众眼睛里，也是一种创新。毕竟看在琼瑶奶奶作品里歇斯底里的马亲王，在清宫剧里继续歇斯底里，也是一种怀念吧。而且孝庄秘史堪称一场大型女星推荐会，中生代巫倩倩、李玲玉，压轴的女1号宁静，当时还是新人的胡静、舒畅等等，在演出这部剧之后，可谓是进一步的推广了自己的观众面积。03赵韩英子终于确定哪个姓该排正前方了。长安诺女1号是赵英子，虽然这个名字不咋响亮，但是之前她那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赵韩英子，一个奋斗好几年还没搞清楚自己姓名哪个姓氏应该排头做主的资深女演员，和徐璐、袁姗姗出道时间大体相同的女演员，到如今才算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定位。她已经当了很久的没有叫的响名号的角色的资深女演员了。我们回头数数，她最经典的角色都挺边缘化的。她在《倚天屠龙记》里演过世外高人黄山女，《绝代双骄》里演过胡一天的妈和果郡王李东学演了玉郎江风和花月奴，《大明风华》里演过汤唯、朱亚文、唐悠悠、啊呸，邓家佳他们三奶奶辈儿的安贵妃，就连吴越扮演的张嫣都是她的晚辈。然后，再然后，你让我想她代表性的角色，我居然想不起来。所以，
他这次强行挑战当年宁静和潘迎紫演活了的角色，个人还是下意识的为他捏一把汗。04程毅这是美强惨上瘾啦！程毅今年作品不少，仙妻琉璃的热度还没过，正是观众被私奉虐的不要不要的时候。长安诺里一辈子看着心爱女人嫁做嫂子的萧承旭，又将引领一波虐的不要不要的潮流。而当前播出的2部作品还仅仅是投石问路、抛砖引玉的那块砖头，后面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作品，诸如在历史革命剧《爱在风起云涌时》担任男二，谍战剧《迷局破之身前》担纲主演山河月明，特别出演《梦醒长安》担纲主演。这一系列操作累积下来，欢瑞国际这是要把它拿来加入今年数量豪华大礼包的主打产品啊！可问题在于，宣传方初期把所有力气拿去给锦鲤杨超越做了嫁衣裳，现在又转回头大肆鼓吹程毅的彩虹屁，这种建立起义的风向转变，换做谁都会觉着意难平。05杨超越命中注定要和舒畅比一比，作为特别出演的人间锦鲤，这次终于没有强撑主角，而是作为后期剧情的提眼美人董若璇。可这也将暴露杨超越刚刚入行，扛不扛得起角色重担的任务。毕竟这个角色相对应的是《孝庄秘史》里面温婉可人、委曲求全的董鄂妃，那可是当年可以评选10大感动宫廷人物的一个完人形象啊！作为宫中佳丽里的翘楚，宛如有着清新脱俗的外貌，温婉柔顺的性情，而且本身善良、知分寸，在事态里完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白莲花一般都存在。而当时正值巅峰期的舒畅，用不是浓妆、清新淡雅的状态来演绎这个性格和行为都无可指责的人物，果真将其演绎出仙人一般的飘逸，完人一般的妥帖。而我们的超越妹妹没受过系统的表演训练，也没经历实质性的演戏流程的磨合，要论起灵性，也没法可值得拿出来大书特书的。再加上立人设的时候标榜没啥在娱乐圈闯荡的野心，更没有干啥我要最行的闯劲，要想扮演成一个人见人怜的道德标杆性人物，怕是不能习惯性划水就能够轻松完成的啊。所以立意是翻拍，有高山仰止般的前车之鉴。再看看演员，要么苦熬资历没有代表性角色，要么是刚刚冒头的当红辣子鸡，当年稚嫩演技的集合。再看看那有点摸不准套路的服化道，因为删减和修改，本意是写唐朝的题材，硬挪动到南北朝，于是所有服化道理念就彻底变了。南北朝讲求清雅素净，如同琅琊榜那种偏暗色调凸显气质，唐朝强调色彩丰满，如同杨贵妃秘史那种高饱和度色彩大面积使用来凸显华贵绚丽。所以我们不指望它能恢复孝庄秘史的高口碑和传习度，它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好，不拖沓不矫情，就已经是意外之喜了。